Hello， 大家好，我是杨玉腾 You， 欢迎收听芸芸众生 FM 不插电聊天。每周四晚上9点锁定不插电聊天频道，和你喜欢的歌手用声音的方式在云端相遇吧。非常开心可以带着我的首张 EP《我的夜无所事事》做客不插电聊天。接下来我将和大家一起聊聊这张 EP。这一夜，让我们在歌声中好好放空。你说的没说的我都懂 I follow 不退脱，你好我还有什么没做，跟着我节奏，为你不停追踪，跟着你节奏，以你背影是我都不走，你可以放慢一些。对我来说，深夜的这个时间是可以让自己思考很多事情，像愿望啊、期待，会回想故事，像一个人晚上一个人走在街上，然后自己对话，就想要给大家听这很深很深的感情。对我来说，夜晚是可以像刚刚说一样，就把自己的情绪弄得很深很深，就像沉醉一样。但是白天呢，反过来，其实我白天都不会想什么，基本上都会放空，因为晚上这样想得很累，就白天就不要想太多。雪然是情人这首歌是袁若兰老师写的词，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是像一个故事一样，这主角很思念一个人，然后想要告诉他我很想你，对我来说你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存在，在生活上看到什么都会想起你，是一个很浪漫的歌。希望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跟词一起看，也希望可以感受到跟我一样的心情。这张 EP 准备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我准备了好多东西，唱歌当然是，还有挑战了跳舞，因为挑战跳舞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学过跳舞，然后听到 Follow 这首歌要有一点点的舞步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害怕，有一点担心当天能不能做到这个事情，我其实很紧张。然后后面还有准备了很多东西，像发音啊，然后做对这首歌的情绪，然后还要不断的思考，因为不是录完这两首就结束，要持续的思考，要一直更好。就是因为我学中文大概7年多了，然后就外国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安跟昂，然后我一开始不会在意这个安跟昂，但是唱歌的时候超级明显，然后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跟我说安跟昂，然后他说安跟昂，安跟昂，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一个部分，安跟昂真的是很难，因为像日文里面没有安跟昂这个声音，然后你们也可以念一下水蓝色这个水蓝色情的这词，其实不好念。然后我录音的过程就一边唱，就制作人要提醒我每个发音，然后应该制作人比我辛苦很多，真的，所以很感谢制作人，就花了这么多的时间陪我练发音的部分。EP 录制过程除了咬字之外，我觉得放感情是一个也是蛮花时间的一个东西，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歌词，然后非常感动，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词的时候，真的想要给大家听
这首词的每一个情绪，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做了这个情绪。因为听众只能听到我的歌声，所以我必须要每个词的情绪都要放得很清楚。就大家听到的时候，希望可以听到我每个词的每一个情绪。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部分。我非常感谢跟他一起合作。第一次录音的时候，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真的是非常幸运，因为他也是一个很专业的人，然后他也遇到过很多新人，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陪我一步一步的练习发音啊，还有一些发音咬字，他的指导真的是让我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有一点点自信的。然后他都会给我很舒服的环境，然后让我不要紧张。每次他看到我累的时候就你出来一下休息一下吧，然后就吃个东西喝个咖啡，然后跟他先聊一下，然后充好电就回去练习录音。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他，希望很快未来都可以跟他一起合作。我原来是一个演员，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音乐作品。唱歌跟演戏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演戏可能是脸上可以做表情，用肢体可以做表情，但是唱歌呢，只能用自己的声音表达一个情绪，讲一个故事。所以大家能够从这个作品熟悉一下我的声音，希望未来可以很多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幼稚园的时候有学过钢琴，但是后来就没有继续了。然后14岁开始玩吉他，然后都是上网自己查东西，然后自己练的。然后后面有跟朋友玩过团，但是后来要去上海念书了，所以就没有去继续。然后唱歌的部分呢，我的偶像就是泛滥兄弟的阿祖喜，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听听看。我看到的一场演唱会，他一个人的演唱会，就听到的一首歌，他的魅力太强，就是让我感动到不行。然后一开始我自己练唱歌的事，就模仿一下他的歌声，就希望可以跟他一样，用我的歌声感动大家。所以我朝着目标一直努力。因为我从小都会听到一些中文，但是我只会听一点点，但是不太会讲中文，所以决定高中毕业后要来台北念书。然后因为为什么选择台湾是原因是因为台湾有很多亲戚可以来照顾我，所以我的妈妈爸爸都会比较可以放心一点。现在我已经来到台北已经6年多了，然后在台湾的生活也已经习惯了，就因为我很挑食，可是现在很多东西都敢吃了然后现在在读世新大学，希望也可以做好这个行业，也可以一边读书，可以很丰富的生活，让我一直成长下去。因为我来到台湾就一直想要做这一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然后我大概来到台湾第3年的时候，有走过在台湾的日本时尚秀，在那时候现在的经纪公司老板的朋友有看到，然后后来跟老板谈了一下，然后彼此的目标都很符合，所以到现在一直跟他们一起努力。我觉得我最大的进步就是我的心态，因为这2年就是要面对很多事情，要挑战。然后像舞蹈啊，就没有学过，到要表现出来一个程度，就要克服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从这个过程，然后让我
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的自信，这是这2年的最大的收获。